这个摩托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点点熟悉。如果有 follow 我的 IG， 肯定知道这一台摩托。给你们3秒时间，没有错，是 Leroy 的 Ninja 650 Inline 2。你知道吗？我很久没有拍 QCMS 了。Leroy 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讲 Kiwi Sing， 我这个摩托拿去骑久一点都没有关系啊，不用还我也没有关系。哇，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主人。等下我就给你们知道为什么 Leroy 会叫我骑久一点没有关系。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的 QCMS， 我是 Kiwi Sing。68 PS 的马力，64牛顿米扭力，我觉得这个是刚刚好的。我目前还没有买过600cc 的摩托啦，你知道吗？我有 review 过 CB650 那辆 Honda， 我觉得那个4缸啦。这个就2缸听起来就没有什么好听。不过首先我们来从外观开始讲起。这一台呢，它就是所谓防晒，我不觉得它很防晒，我很难讲，因为可能它这一边哦，它的 steering 哦很高的样子。你看这个 steering 仪表在那边，所以 steering 转哦。它跟仪表是分开的。对于我这个菜鸟而言啊，我会有一种错觉跟不习惯。所以啊，我自己个人觉得会不习惯罢了，可能骑久了就习惯了。所以视觉上来讲，会觉得刚开始有一点点头晕。这个 side mirror 啊，它真的是很长，很多人哦都把这个 delete 掉，你知道吗？我每次看改装的人呢，他们就讲，side mirror 大片很 noob 啊。noob 的人才会用 side mirror， 我觉得 side mirror 很重要，太小片看不到后面的车子。有时候我们在交通拥挤的时候哦，我们要刺过线啊，没有 side mirror 真的很危险。看啊 ，mileage ODO 799公里啊，799，2年，所以1年它才开400公里。你懂为什么吗？Leroy 哦，其实是从一个naked bike 啊，转换成这种所谓防晒的摩托。当时他也是有2年前他也是有拍过 video， 他就讲为什么他买这辆摩托啊，你们可以点右上角或者下面的 link 进去看，他讲为什么。但是2年之后，因为这种摩托哦，它日常通勤比较不方便骑，因为它就是一个防晒，它不适合日常你都要去买菜呀、打包东西呀骑，因为它不方便。前面有大个的字 ABS Nissin Red Caliper， 然后是双碟刹，这种摩托双碟刹是很好的，因为只有单碟刹就要亏了啦。前面的头灯 LED， 哇哦 ，Modenas Ninja 650。其实还是649cc 双缸啦 ，OK。Leroy 这个摩托是完全原装，就连它这个 exhaust 啊，它讲是原装的。这边有很大的鼓啦，后面就是 disc brake 啊，也是Nissin的卡钳。我就不是很喜欢哦，它这个东西好像很奇怪啊，太凸出来了，应该是可以拆掉，然后把它放一片车牌在这边吧，不然这个你看，这是很丑哦，然后等拆掉了，再把这个摩托放低就漂亮了。它的 clutch， 它的 brake，cut off switch，engine push start button， 这个放手机的，给我们来开锁匙，我们 start 一下了哈。我就喜欢它有 voltage 啦，因为这个 voltage 蛮重要的，我觉得车跟摩托其实都一样。如果 voltage 它不会 recharge 了，我们就知道 OK 是 alternator 坏了。不然如果你没有这个 voltage 表，你加到一半，
车没有电了，你不懂什么问题，所以有这个我们就可以提前知道 ，OK outlet 不会 recharge 了，我们就可能骑去摩托店或者驾去 workshop 去修。所以转速表这个时速这个东西好像是调 KTRC 哦，然后我们就玩一下这个东西。所以下面是 average range、average speed、total time、battery， 可以去玩它了哦。双缸的声音。OK， 我们选择在凌晨试车，因为这种摩托我不希望很多车的时候试车，我怕跌倒。喂，哦，我的 stand new 拿起来进1号牙，它就有 safety， 不要给你走了。这个摩托啦，它算是你放 clutch 的时候它是有辅助的，就没有给你这样容易死火啦。所以蛮 friendly 的，不像有些摩托它会比较难骑一点。哇，它前面 brake 很刺哦，感觉这个摩托好像新的摩托这样。现在马路刚刚下完雨，湿湿，所以我们就点到为止，顺便给你们看一下希微星凌晨骑摩托是怎样的啦哈。其实我很少，几乎是没有在这样的时间自己出来骑摩托的啦。然后讲真的，我QCMS 拍了这么久啊，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跟这种摩托群组啊出去骑过兜街啦，一起跑山啦，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就是没有这种big bike 啦，就是 B 夫的摩托。讲真的，这种防晒啊，它压弯啊是很顺的，感觉上这种摩托它就是为压弯而做的，所以压弯的感觉是特别爽的。我根本没有办法骑快，最快就是130、140了。下雨呀，还在下雨呀，还在下雨。我要慢慢过啊，我很怕啊。
带车还有慢了，没有想到还在下雨呀、雨天哦，摩托有 ABS 就比较安全一点。OK， 它是有 ABS 的，所以我就但是我还是要小心啦哈，因为我还是菜鸟，我不是很会压弯，我也不懂轮胎的 traction， 轮胎的极限在哪里，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去玩过推过摩托真正要玩摩托呢，要把摩托推到极限，你知道轮胎的traction 在哪里，也跟车一样啦才敢去把摩托加快啦。不过我觉得，如果你们考到 B2 我觉得650cc 是应该可以给你骑好一阵子才 upgrade 啦，但是很难讲哦，因为当你遇到一群朋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情况就会不一样了。哇！突然间有一种感觉这个摩托我听不到它的 exhaust 声变成我好像没有办法去用声音来判断这摩托到底跑多少快？为什么要改排气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要听那个 engine 的声音来去判断你的转速有多少啦，然后也才能够判断你的 speed 到底是多少。所以不懂现在我第一次这样子感觉原装 exhaust 我骑到差不多还不到一半的路途，我就发现到就少了一个感觉。骑 Big Bike 这种超过500cc 我就觉得应该是需要改 exhaust 这一块啦。是我知道有些人讲 exhaust 扰民但是我不懂我现在独自一个人骑，该骑到140、150，就有这样的感觉。OK， 我继续骑刚才这样子下来了，我发现到它的5、6千转这边蛮有扭力一下的我会以为它怎样讲还要在高转才有力，但是它在低转这边扭力其实表现得蛮不错的。你看我是5000转，哇塞！扭力很好两缸，这个是两缸的关系有些人讲缸数越少，扭力越好，是不是？OK，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苏艾部落了。我觉得今天这晚上，下雨如果没有下雨应该会骑得特别爽吧。OK 了，我觉得这个原装Ninja 650 2 in line， 我这样骑了差不多20多分钟，我是觉得新手拿 B2 的话买这一台摩托，其实他没有想象我想象仿赛的摩托骑会特别辛苦，这个我觉得还好然后我觉得仿赛就是可以给你练进弯，你可以把重心压得低低，学会怎么压弯，因为这种摩托感觉就是给你可以压弯压得很低，可以进赛道650 64P 68扭力
我觉得真的很够用了啦。但是唯一一点，我觉得这个摩托它的 exhaust 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安静了。毕竟 Leroy 它这一台是全原装嘛，不懂 Leroy 这么多，它还会不会继续改？但是照我这样子看，它应该是没有改了啦。这台摩托估计它也应该会卖掉，因为它都没有骑这个摩托，它买来就是放在那边，这台827公里，我拿到来800公里都没有走到啊，真的是太浪费了Leroy。不懂他下一个摩托还买怎样的啦，但是这个摩托我是觉得，你真的是想要去铁湾背负新手可以买，我觉得二手价应该这个不会很贵吧？现在新车价35千，我是觉得真的有一点贵啦，35千可能。会有更多中国摩托选择吧，因为现在中国摩托你知道吗？他们很靓正嘛，给的东西又多，这种日本的摩托还会不会有竞争力呢？你们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好啦，就这样啦。